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群里转发了水滴筹的链接，同事们纷纷捐款，我也跟着捐了100，没想到却收到同事私信，就捐这么点，你确定吗？我很疑惑，难道这个东西不是量力而为吗？没想到到公司后，项目组组长阴沉着脸找到我说，看看这张捐款排名，全公司就你垫底，别因为你一个人影响我们整个集体。平日里关系好的同事也来劝我再捐点，我动摇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怎么，现在连爱心捐款都要实名化，还搞一个捐款数额排名，贴在公司告示栏上，全员公示，不就是一个捐款吗？难道不是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捐的吗？我此时也开始感到烦躁，晾晒捐款数额也就算了，还搞得跟福布斯评选一样，非得在排行榜上遥遥领先才可以。捐款金额垫底的人还要被顶头上司叫来办公室单独谈话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你看看人家隔壁组的小蔡，家境那么差，还捐了1000，你觉得你捐100合适吗？还有张恒也只捐了300，都太少了，你们2个赶紧补上，最少要1000起步，不要因为你们2个给组里人拖后腿。组长老周一脸义正辞严说道。从办公室出来，张恒哭丧着脸跟我借钱。潘哥，你也知道的，我老婆每个月只给我500块生活费，求求你就借我点吧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周恒。张恒是我在公司处的最好的同事，除了工作上比较合拍之外，我们俩爱好相近，三观一致，连我媳妇都经常打趣我们是不是被抱错了的亲兄弟。之前我们是最反感被强迫的，所以这次我理所当然地觉得张恒会跟我一起反抗到底，毕竟这就只是水滴筹捐款而已呀。你真的愿意捐这个款吗？当然不愿意呀，那为什么要妥协？我们捐款本身是件助人为乐的事情，如果带上了强迫的性质，那就脱离本质了呀。闻言，张恒悄悄把我拉到角落里，将手机屏幕对着我，压低了声音，潘哥，你看看这个募捐发起人是谁？我看了眼，张国辉呀。张恒接着说道，那你再仔细看看亲属证明这一栏，这个人是谁？我定睛一看，是张慧玲，上面写着她是张国辉的亲妹妹，也是我们公司的董事之一。张恒眨眨眼，你明白了吧？为什么一个普通的捐款，全公司所有群都在转发，所有人都被调动起来，还兴师动众地搞实名捐款排名？听说新的董事会马上就要开了，张慧玲上任 CEO 的希望最大，所以大家不是在捐款，而是在示众啊。我们现在都处在一个晋升卡点上，这个时候不长点眼力劲儿，万一……呵呵，我明白了。我想起今天早上我一边洗漱，一边给上幼儿园的女儿收拾，手忙脚乱之际，手机叮的一声，这是我为项目组群专门设置的铃声，怕错过重要的信息，不顾手上还有泡沫，就赶紧点开消息详情。没想到看到的却是别人转发的公司的小张发起的水滴筹，讲他父亲癌症之后的治疗费用花费巨大，家庭无力承担。即使知道张国辉家里并不困难，我还是本着人道主义原则捐了100块。没想到捐款还捐出错来了，我拒绝了张恒的借钱要求，并且直到快下班我也没再补充捐款。没想到第2波说客来得这么快，在还有3分钟就要下班的时候，人事助理突然喊我去找一下人事主管刘经理。刘经理主管人员选拔、培养、晋升，
所以在进人事部办公室前，我以为是我今年的晋升有苗头了。刘经理找我去谈一下，谁料到刚关上办公室的门，刘经理就直接说道：“小潘啊，你今年的晋升应该是希望不大。”我如遭雷击。自从进公司以来，我连续8年被评选为年度优秀个人，做的每一个项目都评上了优。而且上个星期在上班路上遇到刘经理，他还跟我说我是今年晋升希望最大的员工。我直接问道：“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？”刘经理从旁边厚厚的文件堆的最上面拿出2份文件递给我。第一份是你今年的出勤情况，第2份是你从加入公司以来总的出勤情况。说罢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公司领导层认为你的出勤存在问题。我懵了。进入公司8年来，我从无一次迟到早退，就连婚假和陪产假也都因为当时手头恰好有紧急的项目没有休。怎么会存在出勤问题呢？刘经理言简意赅地给出了答案。另一个部门的小刘入司以来，日均出勤时长是11小时。还有张恒，他的日均出勤时长是5小时。其他几个人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总之，所有的晋升候选人中，只有你的出勤时长是8小时。一股怒火在我胸腔中蔓延。难道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不是8小时吗？还有评定一个人是否具备能力和资格晋升的前提条件，什么时候变成了出勤时长了？想到这里，我无比懊悔。之前赶项目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情，但是因为怕加班忙起来忘记打卡，即使在加班我也都按照下班时间打卡。刘经理，自从我进入公司以来，几乎所有的假期都没有休，请问这些假期时间有没有算入平均加班时长呢？头脑一热说出这句话，但是这话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，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只要一份工作能够做出成绩，这些流于形式的东西都不应该在意。刘经理理所当然说道：“当然没有，所有的假期都是个人自愿选择要不要休的。你没有休是因为个人问题，并不是公司不让休。”心中顿时跟被塞了一层发霉的旧棉絮一样，又闷又堵又难受。我在心中问自己，难道今年就这么认了吗？那之后呢？刘经理见我低头思索，很快又调整了语气：“小潘啊，其实这件事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。”我猛然抬头，心中燃起希望，等待刘经理接下来的话。工作能力和态度固然重要，同时也要搞好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，而且很多时候搞好人际关系甚至要比工作能力和态度更加重要。看着刘经理暗示性极强的眼神，我恍然大悟，还是因为捐款的问题。发现我表情的变化，刘经理趁热打铁道：“只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现在还没有到晋升流程审核阶段，只要你做好接下来应该做的，相信你今年晋升还是很有希望的。”我浑浑噩噩走出人事部办公室，迎面碰到了张恒。他见我面色不佳，将我拉到一旁：“刚刚刘经理是不是找你谈话了？”我点点头。张恒看着我，长叹一口气：“潘东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甚至今天早上我在知道这次捐款内幕的时候，也跟你现在的想法是一样的。但是你得明白呀，当所有人都顺行的时候，你要想在这条路上好好走下去，即使心里再不情愿，也得跟别人一起顺行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狠狠皱起眉头：“所以你就这么妥协了？”周恒点头：“我跟别人借了钱，
已经补交捐款了，我是真的为你好，劝你也快点补交吧。如果现在是学生时代，我无论如何都会陪你硬刚到底。但现在我们俩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了，你要分得清孰轻孰重啊！几百块钱跟难得的晋升机会相比，是个人都应该知道怎么选才对。说罢，拍拍我的肩膀就走远了，而我正在原地久久不能平静。今天发生的一切不断在我脑海中来回滚动，冲击着我对于这份工作，对于公司，甚至是对于职场的原有认知。此刻，我开始动摇。其实几百块钱对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，我又不像张恒一样，每月的零花钱被自己媳妇掐得死死的。我也不像小蔡，家庭条件比较差，这几百块就是全家人半个月的买菜钱。如果我早早的按照公司要求捐了如数的钱，也不用先后被组长和人事部经理单独谈话。在同事们心目中，我还是那个低调踏实的老黄牛。我甚至重新打开了那条水滴筹筹款链接，哆哆嗦嗦地点开捐款那一项，心里不断对自己说道：对，就是这样，只要把款项补上，这一切糟心的事情就都不会再次发生了。就在支付界面输入最后一位数的密码时，女儿的一句话突然在我耳畔炸响：爸爸，我们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给那位叔叔钱，却花更多的钱来买这位叔叔的花？与此同时，一幅画面蓦地在脑海浮现。我们一家三口逛公园，在门口有两个人格外引人注目，一个是身体健全的男性，面前摆了一个家人生病生活困难的牌子，低着头不断向别人索要。对面是一个残疾男性，手上动作不停，面前摆满了包装精美的花束。当时我是这么跟女儿说的：那边的叔叔身体健全，不想别的办法，只想乞讨，这叫寻求嗟来之食。而这边的叔叔虽然身体残缺，却靠自己的能力赚钱。你要记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要想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是要身体力行的去努力的。爸爸很欣慰你能有爱心，但是爸爸希望你在奉献自己的爱心时，要学会分辨该帮助什么样的行为，不要助长不良风气。想到这，脑海一声惊雷，我突然停下了输密码的动作。第二天，一到办公室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不停瞥向我。有些人看到我像看到什么避之不及的事物，赶紧避开；有些人看着我欲言又止，也有极少数的人在路过我时悄悄竖个大拇指。我只当是昨天未停歇的风，持续吹到了今天，直到同组的实习生将一大摞需要打印的材料放到我桌子上，告诉我尽快打印一下之后送到市场部，我才真正意识到事情不对劲。因为打印材料这种组内杂物，大家都默认了是实习生或者是刚来的新人才会做的。就算今天组内没有别人了，这种打印的活也不该轮到我。组长老周恨铁不成钢地看我一眼，好心劝你，你不听，现在捅出篓子来了吧？今天董事会在全公司通报了反面典型，一共有3个人，你就是其中之一。我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。我兢兢业业工作了8年，到头来反倒成了反面典型。我转身欲走，被老周喊住：你去找人事部也没用，这是上面下来的命令，你尽快做个准备吧。我听到风声说，好像要把你调去西北的分公司。在内部人员眼里，调去西北分公司相当于发配边疆，不仅仅是项目开展环境恶劣，项目资源匮乏，最严重的是调去之后没个3年5载的，
根本没有机会申请调回。调去西北分公司，对我这样的老员工来说，无异于逼我主动离职。我回头对老周道了声谢，深深地看了老周一眼，转头就来到人事部办公室。还没等我开口，刘经理倒先质问起来：今天就算你不来找我，我也会马上去找你的。谭东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踏实稳重的人，没有想到你竟然如此狭隘。你知道你这个举动给公司带来了多大的负面影响吗？我一头雾水，怎么，我没有随大流捐款，还能损害公司利益了不成？结果一问之下才知道，原来是有人将水滴筹捐款的事情匿名发到了网上。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讨论，甚至有人通过蛛丝马迹扒出了公司官网，在上面发了很多不堪的留言。我在心里暗中呼好，但是这件事确实不是我做的。刘经理根本不听我的辩解，一口咬定曝光的罪魁祸首就是我，全公司只有你自己是没有尽到爱心义务的，不是你还能有谁？难道不承认就等于没做过吗？还有，上面针对你的调令已经下来了，职位平移，去西北分公司待几年，若是表现好，还有调回来的机会，赶紧跟家人沟通好，下周一就去那边报道。刘经理喋喋不休地说着，但此刻我心中已经有了别的想法。刘经理见我不搭话，拍着我肩膀说道：也别怪哥哥无情，这是张董事亲自下的调令，你总明白是因为什么吧？好了，现在多说无益，你还是快些准备准备。然后我打断刘经理的话，做了一件令他瞠目结舌的事情。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辞职信，不用了，我辞职。经过昨天的遭遇，想辞职的念头前所未有的猛烈。这些年我奉献给公司的时间、成果被全盘否定，所有人都对我倒戈相向，原因竟然就是因为水滴筹捐款，真是让人啼笑皆非，哭笑不得。所以当我决定好之后，连夜将所有手头上的项目资料准备好，写好辞职信，向另一家更加年轻化和多元化的公司投递了简历。从人事部出来后，我将所有的项目资料及对接人信息等全部交给老周，然后就回到座位上开始整理东西。组里的其他同事纷纷围上来：潘哥，你糊涂啊！你说昨天你要是听劝，今年老周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了。潘哥，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工作不好找，你去分公司忍几年，等再调回来就好了。老潘，你这次过于任性了呀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苦笑着摇摇头，哪还有什么后悔的余地？在我递交了辞职信的下一刻，刘经理就迫不及待地替我发起了离职电子流。现在流程估计都走到董事会会签阶段了。再说，我也不会后悔。虽然我不知道曝光到网上的人是谁，但是他却点醒了我。我遭遇的一连串的不公、被胁迫、被迫，我一定要为自己发声，为更多生活在这种工作环境中的打工人发声。下午，我收到了公司发布的关于我的最后一条消息，内部人事网上明晃晃的大字灼痛了我的眼：谭东因在自媒体平台发布污蔑公司的不实言论，对公司造成极大损失，考虑到其为公司所做的贡献，不追究额外责任，予以劝退处理。从没想过毕业后待的第一家公司，在离开时会是如此不体面。然而，这还不是结束。距离下班还有1个小时时，我被重新叫到人事部。一进门，刘经理、张慧玲还有另外一个高层都在。张慧玲斜睨了我一眼，十分不耐烦：
相信对于这次的事情，你心里也清楚了。公司这几年正处于上升期，不需要你这样不服从组织、不尊重组织文化的人。虽然你即将从公司离开，但是我还是要好心提醒你，之后不该说的话就烂肚子里。如果再有类似的谣言出现，影响到公司声誉，那我将会在你的离职证明以及档案中加点什么。另外一个高层连连附和着，仿佛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。我起身正想说些什么，被刘经理一把按住，他冲我摇摇头，小声劝道：冷静点，如果真的把这些事情写进你的档案，以后行业内哪家公司还敢要你？我使劲握拳，指甲扣进掌心内的疼痛逼着我冷静下来。是，现在如果继续争吵，甚至动手，只会让他们拿到我的把柄。现在还不是反击的时候。1周后，我拿到了离职证明。庆幸的是，钱司并未在上面动手脚。在这期间，我一直关注着张国辉的水滴筹和公司官网上的评论。张国辉为了应对网上的质疑，拍摄了自己患病老父亲的日常，上传到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。破旧的房子、憔悴的爸爸，还有破碎的他。很快，很多富有善心的网友开始为张国辉说话。有谁会拿自己家人的身体健康开玩笑啊？我看这医院开具的患病证明也是真的，所以我觉得之前某网友所谓的揭露背后真相的帖子是假的。对，同一楼上，博主的面相看着就善良，我觉得他不会做出骗捐的事情。如果是真的，希望博主父亲尽快康复；如果是假的，祝博主父亲真的患病。微笑 JPG 也有一批网友扒出了张慧玲的职务，所以这件事情又被炒出了新的热度。其女儿就是某大公司高管，就这条件还没钱治病。我有个亲戚就在这家公司，待遇真的挺好的，高管1年得有几百万吧。越是有钱人才越是水滴筹，真正没钱的人根本不知道有水滴筹这个平台。现在的有钱人真是毫无底线。我家邻居每个月花上万块请保姆，天天说过年想去马尔代夫。他自己父亲入院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水滴筹。还有一批人抓住了强迫捐款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是真是假？难道没有人注意到这项捐款有些泼的味道吗？先不说张慧玲作为高管到底有没有钱，如果我在这个公司，我的领导在朋友圈发了这项捐款，我怎么着也得点击、评论、转发，捐款4步走啊！揭秘的人不是说了，公司直接将捐款的名单和金额全公司公示吗？即使出发点是好的，这个举动也非常不妥当吧？越来越高的讨论热度，逼迫钱司不得不做出解释。经我司调查，张国辉家庭情况存在困难属实，我司所做一切均出于对员工的关爱。望广大网友理智辨别，莫要被有心之人误导。避重就轻的回答并未平息讨论的热度。张慧玲不得不自己开设自媒体账号进行澄清，为支撑公司科研项目，作为董事会成员的我以身作则，已经连续5年每年只领1块钱工资。现父亲病重，别无他法，才向社会发起求助。感谢公司同事们的爱心捐助，我感激涕零。还请广大网友不要被不实信息误导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。紧接着，又有许多自称是张慧玲同事的人在评论区为张慧玲作证，大肆赞扬张慧玲无私慷慨的奉献精神。
眼见着这波讨论的热度风向完全转变，张慧玲甚至被一些网友评为最美企业家，同时也有更多的爱心人士自发找到张国辉的水滴筹链接，开始帮忙宣传、组织捐款。我甚至已经想象到一些人得意的嘴脸和一些良心未泯之人的无奈。于是我准备站出来，我整理好了所有的证据，在即将发出去的前一刻，被母亲阻止了。孩子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你面对的是一家大型企业的力量，如果真的因为一时冲动影响到你的职业生涯，甚至影响到你的妻子和孩子的安全呢？我停了下来，现在我已经失去收入，若长时间找不到工作，那全家就只能靠妻子一人的收入支撑了。我经得起这样的后果吗？若妻子和孩子真的因为我的举动遭遇不测，我经得起这样的后果吗？正当我又陷入自我怀疑的时候，妻子很坚定地站在我的身后。我相信你，女儿也相信你。你现在怎么做，就是在教育女儿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做。我重新坚定下来，将自己在前思从捐款到被约谈、被胁迫，最后被迫离职的消息整理好发到网上。果然，很快就收到了大批网友的私信，有好奇，有质疑，当然还有谩骂。前司也很快找到我，威胁我如果不赶紧删除言论并澄清，就让我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。我不回应任何私信，只是在有新的质疑出来时，就在原帖下面加上自己新的证据。没想到前司的人竟然找到了我家。我看着站在门口的人，老周、刘经理，还有一位法务部的人。老周看着我，眼神中透露着为难。小潘，事情再这样发酵下去，对谁都不好，你适可而止吧。刘经理皱着眉头，带着责备。潘东，你以为有哪家企业敢要一个背刺公司的员工吗？又有哪家企业会要一位身上背着官司的员工吗？这次上面下了命令，如果你继续这样乱搞，公司准备安排法务部起诉你了。我没有被几句话吓退缩，我讲述的是我自身的经历，在座的几位心里也都清楚，我说的任何一句话里都没有虚构或者夸张的成分。现在我不仅要为自己发声，还要求公司道歉，并且返还我捐的100元。张国辉的真实家庭条件怎么样？张慧玲到底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慷慨无私，相信公道自在人心？还有，如果因为我讲真话，致使我的家人遭受到什么不公正待遇，触碰到我的底线，那我能做的还有很多。这次短暂的谈判以不欢而散收场。很快我便发现，我的自媒体账号被举报禁言了。与此同时，张国辉也开始了他的反击。张国辉开始在自己的账号上频繁更新在医院陪父亲看病的视频，不断有意引导让大家误会我的虚假言辞，导致他父亲心情低落。于是在众多网友的举报之下，我发布的内容被下架了。每天还会收到几千条来自网友的亲切问候。之前我投递的简历也屡屡被拒，有些公司给出的拒绝理由是经历不合适，有些公司给出的拒绝理由是价值观不契合。难道职场人只能当麻木的牛马，连站出来为自己说句话都不行了吗？我不服气，一个账号被禁言我就换一个账号发，一个平台行不通我就换别的平台，发动态行不通我就搞直播，直播不行我就频繁在本地热点视频下面留言，不出意外的发一个封一个。张国辉私下挑衅我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哈哈，我妹妹已经正式被任命 CEO 了，已经在走流程了。你这样的穷鬼可能不理解，
但是现在这个社会，谁家看病还花自己的钱啊？我家有5处房产，4家商铺，照样用水滴筹，那又怎么了呢？哦，对了，听说你之前家里有人生病，也进行筹款，但是就筹到了几千块。哎呀，真是没用啊！我现在已经募捐到90万了，来给你看看我新买的房，装修还不错吧？过阵子想带全家一起去岛国玩一圈，就用你们捐的钱，哈哈，羡慕吧，嫉妒吧。看着一条条消息，我内心狂喜，炫耀吧。你可知道，你现在每条炫耀的消息都能作为我揭露你的证据。是的，我之所以对这件事如此反感，还因为之前我也募捐过，但是当时没有这么多人帮我转发，这件事也没有什么热度，最终只筹到了几千块。对父亲的病情来说，这点钱真的9牛1毛。那时我刚工作，也没有什么存款，最终父亲因为没有及时医治去世，真正有需要的人得不到帮助。这种投机取巧的贪婪之人，反而靠着大家的爱心赚得盆满钵满。我拿着新的证据，翻出通讯录里之前做项目认识的一个记者，兄弟，送你一个必定会爆火的新闻，要不要？新的视频经本地官媒发出，热度空前。张国辉慌了，我明明发出去消息就撤回了，你是怎么拿到截图的？我劝你赶紧联系官方删掉这个新闻，不然我妹妹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在这个行业彻底活不下去。听到这里，我笑了，这就不用你担心了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。是的，就在官媒动态发出的隔天，我收到了我投递第1份简历的那家公司的 offer， 他们给我的回复，你的履历和能力完全能够胜任我们的职位。之所以这么晚才联系你，是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也在密切关注你跟某司之间的纠纷。我们一致认为你身上具有的敢说真话、勇做实事的品质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，比你的能力更加吸引我们。另外，如果在这场正义的纠纷中你有需要帮助的，请尽管提，我们公司永远是坚守正义的员工的后盾。张国辉的境况跟我这边的截然不同，之前支持他的网友们纷纷倒戈，要求平台彻查他的家庭条件是否造假，还有些网友要求公布所有的捐款总额以及款项花费明细。张国辉想像之前一样，通过卖惨博同情蒙混过关，但是此刻的网友仿佛人均福尔摩斯，表示没有切实的证据，再也不信任何人说的话了。终于，张国辉求到我面前，潘哥，是小弟错了，求求你手下留情，出面说一下这些其实都是误会呀。我冷冷一笑，被我拒绝的张国辉还试图做最后的挣扎。他将自己生病的父亲带着跟自己一起直播，父子2人声泪俱下地哭诉自己看病的心路历程，诉说着自己有多不容易。但是我看着下面的评论，清一色都是对张国辉不利的话。你们的行为伤害了想要献爱心的人，也耽误了社会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我之前被骗过一次，就再也不捐了。我捐完款没几天就看到人家朋友圈吃得挺好，还4处去旅游，比我过得好多了。建议平台严查，如果真是骗人，我要求追回善款。同意楼上强烈要求追回善款，还有强迫捐款的某公司，要求严查张慧玲之前所说是否属实。这么大的公司，如果连大 boss 都是一个言不符实的人，之后谁还敢买他们的产品？张国辉被迫关掉了直播，他想求助于自己的妹妹，但是张慧玲的事情已经引起董事会的高度重视，此刻也是自顾不暇。董事会一致觉得，
如果这件事只是小打小闹，那么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卖他一个人情也未尝不可。但是现在舆论发酵到已经影响公司的股价、项目和资金，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，商议是否要撤回对张慧玲的任命，并选择新的候选人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不仅张慧玲这边出了岔子，连募捐平台都开始找到张国辉，要求追回网友捐助的全部款项。可是这些钱已经被张国辉拿去付新房首付和装修了，现在他手里哪里还拿得出这些钱？他只能联系中介，尽快将新房卖掉来还债。在交易的时候，被中介和新房主认出，两人留下证据，站出来为我说话。自此，再没有一个人为张国辉说话，连之前的同事也纷纷找到我。摊哥，还得是你呀！要不是你的坚持，全公司这口恶气就一直出不了了。摊哥，恭喜你找到更好的工作了呀！当初幸亏你没有妥协去西北，张慧玲上位，你肯定没有再调回来的机会了。老潘，你真是太厉害了呀！我都后悔当初没跟你一起了。我逐个回复感谢，不管他们当初的出发点如何，能在那个时候顶风劝我已经算是难得了。这时候，张恒发给我一个让我看了哭笑不得的消息，那是前司官网上发布的2条人事调令。张国辉因在自媒体平台发布不实言论，对公司造成极大损失，考虑到其为公司所做的贡献，不追究额外责任，予以劝退处理。与当初劝退我的那条如出一辙。另外一条是关于张慧玲的。张慧玲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，现经董事会研究，决定取消其 CEO 任命，并将其踢出董事会。身边很多人都来恭喜我，终于大仇得报，终于圆满了。可是，真的圆满了吗？在新公司，完全根据个人经验和能力分配项目，再也没有一丝乌烟瘴气。我被任命为项目组组长，带着大家做了一个新的项目。3个月后，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，项目获得极大成功。此项目一经问世，就受到当可免费进在微信公众号虎巴士更多的部门极大重视。公司也因此被签约为官方指定合作公司，并且取得创新领奖奖。所有人都在夸人事经理慧眼识珠，竟然淘到我这个宝。突然想起来几个月前，我还苦苦挣扎在找工作、海投简历以及维权的泥淖中，不断自我怀疑之后又自我治愈。幸好那段灰暗的时光已经过去了。前公司的人事刘经理又私下联系我，说愿意高薪将我挖回去，被我果断拒绝了。之后他们又私下找过我几次，甚至影响到我的家人，直到我找了警察叔叔，他们才歇了心思。前公司之所以这么着急，是因为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我负责过的一个项目上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个项目陷入卡点。对于这种风气不正的环境，我选择敬而远之。后来听张恒说，虽然他如愿拿到了晋升机会，但是内心已经对这个公司失望了，所以他现在也去了新的公司，跟我现在的公司一样，只需要用实力和成绩说话。半年后，一条社会新闻闯进我的视线。某平台骗捐人张某父亲病情急剧恶化，张某再次筹款，人人都喊狼又来了，无人献爱心。突然想起来，我已经好久不关注这件事情了。从低谷中走出来的人，总是向往阳光的。张国辉再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，也引发了关于捐不捐的热门讨论话题。很多人爆出自己被骗捐的经历，
很多人说，除非亲眼见到，否则再也不敢在网上献爱心了。云云，众说纷纭，我也没有自己的答案。但是我的女儿的一篇作文让我备受感动。女儿作文的标题叫《我的爸爸》。在她的小世界中，她的爸爸是一个正义、坚韧且富有爱心的人。是她的爸爸教她如何明辨是非，教她在个人利益与正义面前应该如何去选择，叫她在被伤害之后依旧选择相信阳光，相信人之初性本善。在作文的结尾，女儿附上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中是从女儿出生开始，我开始捐助的山区的小女孩们。照片上的女孩没有女儿白皙，但是一样可爱，眼神中饱含着对世界和未来的希望。我想，如果捐不捐这个问题再问我一遍，我的回答依旧是肯定的，前提是学会明辨是非，若遇到不公，敢于说不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